今天我们将揭晓全球公认最健康的10大海鲜。你也许以为鲑鱼是当之无愧的海鲜之王，每次想到养生餐点，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鲑鱼的橘红色鱼肉。但事实可能出乎意料，有研究显示，鲑鱼在这份健康海鲜排行榜中仅仅名列第7名。为什么营养丰富、广受欢迎的鲑鱼反而无缘冠军宝座？有哪些看似平凡甚至廉价的海鲜悄悄地超越了鲑鱼，成为营养价值更高的选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10大健康海鲜，看看它们凭什么胜出。科学家与营养专家们分析了各种常见海鲜的营养成分与安全性，从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到有益脂肪酸比例，甚至连重金属污染风险都考虑在内。结果发现，一些价格亲民的小型海鱼和贝类，营养密度远超过我们平时追捧的高档海鲜。英国一项研究更指出，约1/4的成年人每周都会吃鲑鱼，但只有不到1/20的人经常吃青鱼，只有1%的人会吃鲫鱼，也就是凤尾鱼，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会去吃飞鱼。也就是说，那些野生的小鱼往往被绝大多数人忽略，导致我们白白错失了许多钙质、碘、铁等营养。如今，专家们呼吁，我们应该改变这种饮食习惯，把目光从鲑鱼这样的明星鱼转向那些默默无闻却营养丰富的海鲜。那么，在这份排行榜中，到底是哪10种海鲜上榜？它们各自又有哪些健康魔力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一一揭晓。第10名是鲔鱼。作为全球餐桌上最常见的鱼类之一，鲔鱼富含优质蛋白与 Omega-3 脂肪酸，尤其是深海的大型金枪鱼更是 Omega-3 的重要来源。一份鲔鱼罐头即可提供丰富的 DHA 和 EPA， 有助于降低发炎，保护心血管和大脑功能。在战后年代，罐头鲔鱼甚至被称为海洋牛肉，因为它价格实惠，保存方便，却能补充像牛肉一样丰富的蛋白质。然而，鲔鱼在这榜单上仅居第10，原因在于大型鲔鱼往往累积较多的重金属，例如汞，特别是体型大的品种，例如旗鱼、长鳍尾、大目尾等，它们漫游海洋时摄食许多小鱼，体内汞含量容易超出安全范围。长期大量摄取高汞鱼类，可能对人体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造成负担。幸运的是，市面上常见的罐头鲔鱼多采用小型鲔鱼品种，例如正煎鱼，汞含量相对低，我们适量食用一般无虞。另外，鲔鱼脂肪含量虽然没有鲑鱼那么高，但仍提供不错的 Omega-3， 加上维生素 D 和多种矿物质，是一种营养价值不俗的海鲜。只要注意选择低汞的来源，适度控制分量，鲔鱼仍然是方便又营养的日常蛋白质来源。不过，和其他榜上有名的海鲜相比，鲔鱼的营养密度与安全性略逊一筹，因此仅列在第10名。毕竟，我们还有更多更佳的选择等待介绍。第9名则是螃蟹。螃蟹一直是饕客们爱不释手的美食，它那鲜甜的蟹肉和蟹黄令人垂涎。但你可能不知道，螃蟹不仅美味，还蕴含丰富的营养。螃蟹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代表，每100克的蟹肉所含的蛋白质往往超过20克，对肌肉生长和组织修复非常有益。此外，螃蟹也是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宝库，例如蟹肉中富含维生素 B12， 有助于红血球形成和神经系统健康，而螃蟹里的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含量也相当突出，具备抗氧化和增强免疫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螃蟹和其他甲壳类一样，体内也含有 Omega-3 脂肪酸，虽然比例不如油脂丰富的鱼类，但适量吃蟹对心脏仍有益处。那么，螃蟹为何没有名列更前呢？主要问题在于螃蟹的某些部位胆固醇较高，而且属于高嘌呤食物。螃蟹的蟹黄和蟹膏虽然美味，但胆固醇和脂肪含量较高，对高血脂或心血管问题的人而言不宜多食。嘌呤高则意味着痛风患者也要节制，以免诱发关节不适。此外，螃蟹常见于沿海养殖或捕捞，品质良莠不齐，烹煮时务必确保新鲜和熟透，以免食用到被污染的蟹。综合来看，螃蟹在营养上仍是相当优秀的。高蛋白质搭配多种微量元素，对中老年人补充营养很有帮助。
只是相较于本榜单中一些更平价、更无负担的海鲜，螃蟹因价格和食用限制而排名第9。想要健康又经济地摄取营养，接下来介绍的主角们表现更亮眼。第8名是虾子，无论是海水虾还是淡水虾，在全球各地的餐桌上都非常常见。虾肉鲜甜 Q 弹，经常出现在各式菜肴中，从清蒸白灼到油爆、红烧皆宜。在营养方面，虾子可以说是小小一只，能量满满。首先，虾肉同样富含优质蛋白，每100克虾能提供将近20克蛋白质，且脂肪含量低，非常适合作为增肌或减脂餐单中的蛋白来源。虾子也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尤其是硒、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一份虾料理往往能提供日常所需相当比例的 B12， 对维持神经健康和造血机能有益。更特别的是，虾子体内含有一种强效抗氧化物质虾红素，这正是虾子烹调后呈现橘红色的原因。科学实验显示，虾红素的抗氧化能力比维生素 E 高出数百倍，这意味着适量吃虾有助于中和体内有害自由基，具有抗老化、抗发炎的潜力，对心血管和大脑健康都有正面作用。很多人听到虾胆固醇含量较高就有所顾虑，事实上，虾子的胆固醇主要集中在头部和内脏，虾仁部分的胆固醇并不算太高，而且最新的营养医学研究指出，食物中的胆固醇对人体血胆固醇水平影响有限，比起摄取饱和脂肪，更不用那么担心吃几只虾子。当然，任何食物都需要适量，对虾子过敏或高尿酸的人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海鲜大餐。总的来说，虾子价廉味美，营养价值突出，是非常平民化又健康的海鲜选择。第8名，实至名归。现在我们来到了第7名，也就是广受欢迎的鲑鱼。是的，曾经被视为鱼中之王的鲑鱼，在这份榜单中仅居第7位，着实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不过，第7名并不意味着鲑鱼不够营养，恰恰相反。鲑鱼之所以能上榜，正是因为它拥有相当全面且突出的营养素。鲑鱼最广为人知的优点就是富含 Omega-3 脂肪酸。Omega-3 中的 DHA 和 EPA 对人体的好处几乎妇孺皆知，它们能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保护心脏血管，促进大脑发育，并维持认知功能，还能减少体内的发炎反应。一份鲑鱼排所含的 Omega-3 可以轻松达到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取量，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退化性脑部疾病十分有益。除了有益脂肪，鲑鱼还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譬如它是维生素 D 难得的天然来源之一，有助于骨骼健康和免疫功能。又如鲑鱼的肉色橙红迷人，正来自于虾红素这种强力抗氧化剂。野生鲑鱼在海洋中以虾蟹为食，因此体内累积了虾红素，使鱼肉呈现鲜艳的橘红色泽。这种抗氧化物能够保护细胞，对大脑也有潜在的保护效果。有研究指出，摄取虾红素可能有助预防认知能力下降，延缓大脑老化。鲑鱼还富含维生素 B 群和硒镁等矿物质，在营养广度上相当全面。既然如此强大，为什么鲑鱼没有进入前5名呢？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通常吃到的鲑鱼多为养殖。养殖过程中，为了让鲑鱼快速长大和呈现美丽色泽，饲料中可能额外添加染料和油脂，导致养殖鲑鱼的脂肪组成与营养比例和野生鱼类有所差异。有研究指出，养殖鲑鱼的某些营养素含量，例如钙、铁、碘，比不上某些野生小型鱼类，而重金属及污染物累积却可能更高。此外，鲑鱼虽好，但价格相对昂贵，一般家庭若天天吃，恐怕荷包吃不消。综合来看，鲑鱼依然是健康食材，但我们完全可以用更便宜的鱼来摄取类似甚至更高的营养价值。鲑鱼占据第7名，或许正提醒我们，不要只盯着单一明星食物，其实有很多替代选择同样优秀，甚至更胜一筹。那么是哪些海鲜打败了鲑鱼呢？让我们继续向榜单前6名迈进。第6名是飞鱼。对许多亚洲听众而言，飞鱼可能有些陌生，
但在欧洲沿海国家，飞鱼可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食材。例如在北欧和俄罗斯，腌制飞鱼，例如瑞典的酸飞鱼和俄式腌鱼，是当地人家喻户晓的料理。在英国，烟熏飞鱼，英文称 keeper， 曾是维多利亚时代早餐桌上的主角。文化之外，飞鱼更值得被关注的是它令人惊艳的营养含量。作为一种中小型的油性海鱼，飞鱼的脂肪中约有1成以上是 Omega-3 脂肪酸，它的 EPA 和 DHA 含量与青鱼、沙丁鱼不相上下，都是 Omega-3 的极佳来源。经常吃飞鱼有助于降低发炎指数，含血液中坏胆固醇，维护心血管健康。除了鱼油，飞鱼还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一份100克的飞鱼可能提供接近每日建议量2倍的维生素 D。对于日照较少、高纬度地区的人而言，多吃飞鱼能弥补阳光不足造成的维生素 D 缺乏，帮助强健骨骼，提升免疫力。而维生素 B12 则有助于神经功能和血液生成，对防止贫血很重要。矿物质方面，飞鱼含有丰富的硒和碘，硒是抗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碘则是甲状腺激素合成所需，摄取足够能维持新陈代谢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飞鱼虽然脂肪高，但大部分是好油，而且它的汞含量相对较低。因为飞鱼属于中等体型的鱼，在食物链中地位不高，不易累积大量毒素。对于想吃鱼补 Omega-3 又担心重金属的人来说，飞鱼是相当安全的选择。总体而言，飞鱼几乎是被忽略的营养保障，价格低廉，风味独特，营养却如此丰富。或许正因为许多人不习惯它的味道或烹调方式，才让它长期缺席餐桌。但如果有机会，不妨尝试融入一些飞鱼料理，为健康加分。飞鱼能跻身第6名，实至名归的黑马，终于进入榜单的前5强。接下来每一位都是当之无愧的营养冠军候选人。第5名是蛤蜊。螺贝类在亚洲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蛤蜊可以说是其中最亲民也最营养的代表之一。想象一下，一碗热腾腾的河狸汤端上桌，鲜美的汤汁伴随着河狸张开的白色贝壳，令人食指大动。许多人爱吃河狸，却未必了解这小小贝类蕴藏的高营养价值。首先，猞梨的汞含量极低，作为滤食性的小型贝类，它不像大型鱼类会积累重金属，因此可以放心食用，不用担心汞中毒风险。更棒的是，蛤蜊含有相当全面的微量营养素。以维生素而言，蛤蜊最突出的就是维生素 B12， 含量惊人。每100克蛤蜊肉所含的维生素 B12 远远超过成人每日所需 B12， 对于红血球形成、神经系统维持至关重要。缺乏时容易导致贫血和记忆力下降。一盘炒丝梨或一碗丝梨汤就能给我们的大脑和造血系统打一剂强心针。除了 B12， 蛤蜊也是铁质的极佳来源。许多红肉不吃的女性或素食者容易铁摄取不足，但如果她们愿意吃海鲜的话，蛤蜊是非常好的补铁选择。100克河狸所含的铁甚至比同量的牛肉还高，有助预防缺铁性贫血，改善头晕疲倦的症状。河狸还提供了锌和硒等矿物质，有助强化免疫，对抗体内氧化压力。另外，知梨热量低，脂肪少，而且滋味鲜美，烹调时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调味和油脂，就能做出好喝的汤品或美味的菜肴。难怪很多养生人士喜欢用锅梨来提鲜，又兼顾健康。不过，有几点需要提醒。由于许梨是高嘌呤食物，痛风患者应该节制摄取，以免嘌呤代谢产物在体内累积，引发关节疼痛。此外，虾梨容易腐坏变质，购买时务必选择新鲜活蛤，烹煮也要充分加热至全熟，至少煮沸4到5分钟以上，以杀死可能的病菌和肝炎病毒。只要注意这些事项，真梨绝对称得上是物美价廉的营养圣品。第5名的席位，丝梨当之无愧，也提醒我们别小看餐桌上一锅清汤里的那些小贝壳，里头可是藏着满满养分。第4名是牡蛎。提到牡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那肥美鲜甜的生蚝滑入口中的绝佳口感，
或是滋补强身的民间印象。俗话说一天一颗生蚝，男人浪漫不老。其实撇开民俗传说不谈，牡蛎的营养价值确实惊人，足以让它在健康榜单上名列前茅。牡蛎俗称生蚝或河仔，是低热量高营养密度的代表食材。先看蛋白质，每100克牡蛎约含有7克蛋白质。别看数字似乎不高，但考虑到牡蛎大部分由水分组成，这蛋白质浓度已经相当可观。再看微量营养，牡蛎最突出的当属锌含量。锌是男性睾丸激素合成和免疫系统运作不可或缺的元素，而牡蛎被称为锌矿也不为过。100克牡蛎的锌含量可以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的2倍以上。难怪人们总说吃牡蛎有助增强体力，部分原因就在于补锌效果显著。除了锌，牡蛎的维生素 B12、铜、硒含量也极为丰富。举例来说，一份中等大小的牡蛎大约5到6颗，总重量约100克，就足以提供一整天所需超过 100% 的维生素 B12 和铜，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硒需求。维生素 B12 我们前面说过对神经和造血很重要，铜则协助红血球形成和铁的吸收，硒更是抗氧化、防癌不可或缺。换句话说，吃几颗牡蛎就像吃下一把综合维他命矿物丸。此外，牡蛎也含有铁和维生素 D， 铁帮助血氧，维生素 D 则强化骨骼和免疫。可以说，牡蛎虽小，其营养价值涵盖了我们身体多个系统的需求，难怪营养学家将牡蛎评为最健康的海鲜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牡蛎最好新鲜食用，且要确认来自清洁无污染的水域。生吃固然美味，但也增加肠胃炎或肝炎感染风险，所以老年人或免疫力弱者更适合将牡蛎煮熟再吃。另外，牡蛎的胆固醇含量虽然稍高，但由于它热量低、脂肪少，实际上对血脂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总体而言，牡蛎提供的惊人体质提升效果，让它稳居第4名的位置。如果你平常注重补充综合营养素，别忘了天然的牡蛎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综合维他命。现在只剩下3强，即将揭晓前3名的海鲜英雄。这3种可是便宜又营养的典范，其中有的甚至常被我们忽略在角落多年。第3名是青鱼。青鱼对亚洲人来说相当熟悉，又称青花鱼，在日本料理里经常以盐烤或未称腌制的姿态出现。台湾夜市的炭烤青鱼更是平价美食代表之一。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青鱼其实是营养学家眼中的明星鱼种。它之所以能击败鲑鱼等竞争者，晋升前3名，靠的正是其丰富到惊人的营养价值和相对低廉的成本。首先，青鱼所含的 Omega-3 脂肪酸比例极高，一条中等大小的青鱼约100克可食部分提供的 EPA 和 DHA 含量往往高达数克之谱。以 Omega-3 含量而言，青鱼绝不输鲑鱼，甚至在某些统计中，每100克青鱼的 EPA 加 DHA 总和还略高于相同比例的鲑鱼。这对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血脂、抗发炎都是极为有益的。更惊喜的是，青鱼体内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E， 一份青鱼就能满足每日所需全部的 B12， 这对素食或不常吃红肉的人非常重要，能避免贫血和神经损伤。维生素 E 则是强抗氧化剂，有助维持血管弹性，呵护皮肤健康。矿物质方面，青鱼提供了丰富的硒和镁。硒我们前面提过多次，是抗氧化含免疫必需元素。镁则有助于神经调节、肌肉收缩，还维持心率稳定。很多现代人饮食中的镁不足，而吃鱼，特别是吃青鱼，是一个补镁的美味方法。提到鱼类健康，不得不再次关注汞问题。幸运的是，青鱼属于中低阶的捕食鱼，体型不大，寿命短，通常不到3年就成熟繁殖，因此体内几乎不会累积太多重金属或毒素。相较之下，大型鱼如尾鱼，其鱼汞含量往往偏高，需要限量，青鱼就安全许多。因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也建议，与其总吃养殖鲑鱼或罐头尾鱼，不如适当增加青鱼在食谱中的比例，既能获取丰富 Omega-3， 又无需担心污染物超标。
或许唯一让部分人却步的是青鱼较为强烈的油脂风味，有些人觉得带点腥味，其实只要处理得当，如挤点柠檬，搭配姜丝或用味噌腌，这点风味完全可以转化成独特的鲜香。总而言之，青鱼能成为第3名，靠的是全面而均衡的营养，加上低汞低成本的优势，它几乎提供了鱼类能给予我们的一切好处，而没有太多缺点。难怪有人笑称青鱼是台大医科鱼，意指营养价值高到可以媲美台湾大学医学系的录取门槛。如果过去你对青鱼的印象只是平凡的烤鱼，那现在该重新认识它，平凡中孕育着不凡的健康力量。接下来揭晓第2名，也就是沙丁鱼。沙丁鱼可能是这份榜单中最被低估的鱼类了。许多人对沙丁鱼的印象还停留在超市里的罐头小鱼，或者觉得它刺多肉少，不够高档。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鱼，夺得了健康海鲜亚军的位置。让我们细细盘点沙丁鱼的优点。首先，沙丁鱼个头小，食物链级别低，因此汞含量极低。这意味着你可以比较放心的经常食用，而无需担心重金属中毒的风险。相较之下，许多人大快朵颐的鲔鱼、生鱼片其实都更需要限量，以免汞摄取过多。沙丁鱼在这方面的安全性就高多了，特别适合孕妇或小孩，这些对汞格外敏感的人群作为 Omega-3 来源。说到 Omega-3， 沙丁鱼一点也不逊色。别看它体型小小，但脂肪中 Omega-3 比例丰富。一罐常见的油浸沙丁鱼罐头，鱼肉净重大约80克，就能提供超过1公克的 EPA 和 DHA， 对人体非常有益。而且沙丁鱼通常连骨带肉一起吃，那些柔软可食的鱼骨正是钙质的极佳来源。很多人不喜喝牛奶，钙片也3天打鱼2天晒网的话，倒可以考虑每周吃1-2次沙丁鱼罐头，补钙效果相当不错。不仅钙，沙丁鱼连内脏一起灌肠，因此核黄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D 等脂溶性维生素也一应俱全，特别是维生素 D。沙丁鱼是少数富含维 D 的鱼类之一，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骨骼和免疫健康。沙丁鱼还富含蛋白质、铁质、硒以及牛磺酸、精氨酸等营养物质。牛磺酸对心脏和肝脏有益，精氨酸则有助于增强免疫和伤口愈合。可以说，小小一条沙丁鱼，营养成分包罗万象。有研究甚至称其为游泳的多种维生素丸。更妙的是，沙丁鱼价格便宜，取得容易，无论是新鲜市场或罐头食品，都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沙丁鱼。对于预算有限又想吃好油的人来说，沙丁鱼是极佳选择。为何沙丁鱼不是第1名呢？只能说本榜单的竞争实在激烈，还有一位更全面的选手压阵，但沙丁鱼的第2名已经足以说明它的价值终于被证明。如果你过去对沙丁鱼有所偏见，现在是时候改观了。也许多年后，我们会感谢那些年吃过的沙丁鱼，因为它们在我们体内留下了健康的底子。各位期待已久，让我们隆重揭晓榜单的冠军。第1名是青口贝。青口贝可能不像前面的鱼类那样经常出现在讨论中，但这种贝类可说是营养界的隐藏王者。青口贝其实就是俗称的淡菜或贻贝，又称壳菜，在西餐里经常以香蒜白酒炒青口的方式呈现，而在亚洲沿海地区也有清蒸或辣炒青口的做法。为什么青口贝能够力压群雄，登上全球健康海鲜之巅？答案就在于它极高的营养密度和相对低廉的成本，广泛的适应性，让我们一一拆解。首先，青口贝的蛋白质含量丰富，每100克熟青口就有超过20克的蛋白质，媲美鸡蛋和牛肉，而脂肪含量却非常低，同时提供了一定量的 Omega-3 脂肪酸。也就是说，吃青口既能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又能摄取对心脏有益的好油脂，热量却不会太高。其次，在微量元素方面，青口贝几乎可以用超级食物来形容。它富含铁质，是防治缺铁性贫血的绝佳食物之一，还含有丰富的锌、硒和碘等矿物质，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和维持代谢平衡。
很多人想不到青口贝的铁和锌含量居然可以与红肉比肩，甚至更高，而热量却只有红肉的零头。另外，青口也是维生素 B12 的极好来源，100克青口肉含的 B12 足够满足2到3天的需求量。在食欲不振或饮食不均时，吃一盘青口贝可以快速补足必要的营养。更令人惊喜的是，青口贝还提供 Omega-3。虽然贝类不像深海鱼那样油脂丰富，但青口每100克约有将近500毫克的 Omega-3， 这在非鱼类海鲜中是相当高的，比一般的虾蟹都高出不少。Omega-3 有助降低坏胆固醇、抗发炎，所以多吃青口对心血管是有帮助的。青口贝还含有牛磺酸，有研究指出牛磺酸对降低体内坏胆固醇和稳定血压有益，所以青口简直集合了降胆固醇、补血、增强免疫、护心等多重功效于一身。更棒的是，青口贝的养殖对环境相对友善，被视为永续海鲜的典范之一。青口透过滤食海中的浮游生物生长，养殖过程不需投喂饲料，无需淡水，对海洋生态的负担较小，是环保人士大力推崇的蛋白质来源。当然，青口贝这类贝类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季节性的贝类毒素和赤潮影响，需要确认来源安全才能享用。青口也应该煮熟再吃，避免生食，以免摄入病菌或寄生虫。但整体而言，只要来源可靠，处理得宜，青口贝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健康保障。为什么说90%的人都没注意过它呢？因为相对于鱼类，许多人没有将贝类当作日常主要蛋白质来源，顶多餐馆聚餐时点上一盆青口当开胃菜，而很少有人每周固定购买来家里烹调。也难怪营养学者们感叹，像青口这样好吃不贵又营养满点的食物，却未能在家庭餐桌上大放异彩，实在可惜。如今它荣登排行榜冠军，希望能让更多人重新认识青口贝的价值。或许未来我们可以在超市买菜时多留意一下这些默默躺在角落的青口贝，把它们带回家，烹调出美味又健康的一餐。回顾这份榜单，我们发现一个趋势，那些真正健康的海鲜不一定是价格最高或最受广告追捧的，相反地，很多平价小众的品种却蕴藏大能量。从青口贝、沙丁鱼、青鱼、飞鱼这些小东西，到广受欢迎的鲑鱼、虾蟹，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营养强项。只要善加利用，均衡摄取，我们完全可以在控制预算的同时，把海鲜营养吃得丰富又多样。当然，再好的食物也需要适量适度。我们在享用这些海鲜时，要记得几件事。第一，注意食物安全，选购新鲜可靠的来源，烹调时掌握火候，像贝类这种一定要熟透才安全。第二，汞含量高的鱼类少吃，像大尾鱼、旗鱼这些可以减少摄取频率，改吃小鱼来取代。第三，注意自身体质，高尿酸、痛风患者虽然可以吃低脂的鱼类，但像蛤蜊、螃蟹这些高嘌呤的海鲜要节制，以免诱发症状。对海鲜过敏的人当然更要小心，避免特定品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多元均衡，不要因为知道某种海鲜好，就疯狂单一摄取。事实上，一周中搭配着吃不同的鱼、虾、贝类，比狂吃一种更健康，也更不易腻味。比如今天清蒸青鱼，明天来碗蛤蜊汤，后天烤点鲑鱼，或吃惯沙丁鱼搭配沙拉，再隔天蒜香炒青口，如此变换多样，你的味蕾和身体都会感到满足。海洋提供给我们的礼物丰富多彩，我们应该善用这取之不尽的宝库，但也要珍惜爱护，选择永续渔法生产的海鲜，有助保护海洋生态，让我们能世世代代享受健康美味的海洋飨宴。希望今天的分享让你对海鲜有了全新的认识。下次面对菜市场和超市琳琅满目的鱼货时，不妨多给那些便宜又营养的小鱼、小虾、小贝一些关注，试着把它们带上餐桌。或许你会惊喜地发现，健康其实可以很简单、很美味，